夜龙突击队，掩护，给老子撤！班长，你一定要撑住！我是了吗？这他妈不是我的手！原主也叫陆野，20出头的村痞二溜子。98年，东北10万大山深处的黑熊屯，特大雪灾封山，全村物资匮乏。原主昨天与人发生冲突被打，回来半夜就咽了气。夜龙突击队第17任队长，死在一场爆炸里。睁开眼，成了个快饿死的废物。但老子这辈子没死在敌人手里过，更不能死在一场雪里。前世保家卫国，刀口舔血，这辈子先保住这屋里的人再说。这是原主用半袋棒子面揪下的，这品相不像穷山沟里该有的物件。原主爹妈从哪儿弄来的？以后再说。现在先找吃的。原主记忆翻涌，大雪封山2个月，原主没给过他一口吃的，让他自生自灭，活人不能死在我面前。不要打我，我没偷吃，我真的没偷吃，我连草根都没碰过你的，你让我去墙角就行，别打脸，明天还能出去要饭。前世拼了命救人，重生第一件事还是得救人，真他妈讽刺。抬头，他竟然把最后一口吃的给了我。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他在给我拍背，那个恶魔怎么会？陆野，你把这点面糊糊自己喝了吧，吃完挖个坑把我埋了，别让山里的野狗啃我骨头就行。埋你个头！我还没死，你就得活着。你要进山？王令狐说山里全是恶风的野兽，你进去就是送死。松手！陆野，你手里在发光，你中邪了！闭嘴！这是脑子里。这水能治恶，能回体力，这他妈是灵泉！如果这灵泉水能催生东西，这玩意儿是活的。你刚才整个人都定住了，你手心里那道光……没事，你看错了。有这把刀，这片山就是老子的猎场。前世在丛林里靠装备和战术活命，这辈子靠这双手和这块玉。陆野，你要是死在山里，我明天就吊死在门口，你信不信？我死不了，我身上有一件东西能让我活着回来，你等着看。你要是敢不回来，我说到做到。有野猪蹄印，不新鲜，但方向对，往深处去了，不是小东西。有没有变化？有这空间在，老子就不会饿死，这辈子饿不死我陆野了。好家伙，够老子吃一个冬天了。
可惜让你跑了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服了，以后跟着我；不服，今天断你生路。自己选。这身毛倒是漂亮，以后就叫你小白吧。走，回家。愣着干啥？过来帮忙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大冬天的。山里捡的，以后天天有。这个男人的背影和今天出门前那个枯瘦的背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今天出门前手里在发光，你是不是捡了什么？我爸妈留下的老物件儿，今天进了山才发现，它能出水，能浇地，能让种子一夜长大。陆爷，你个狗日的还没死！老子闻着肉味了！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！是赵麻子。来得好，省得老子一个个找。昨天那顿打没把你抽死啊？命挺硬。交出那半截狗腿骨和破铁锅，这事儿算平了。陆爷，全村砍树皮，你竟然藏了这么水性的过冬粮！少废话，土豆全交出来！墙角的娘们儿也一并带走。想要吃的，出门左拐雪地里有狗屎。至于老子的人和东西，你们今天连根毛都别想碰到。好你大爷的！给老子上！抽死他丫！叶哥，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您这么猛啊！滚！再敢踏进这院子半步，下次断的就不是手，是脖子。这东西会在用的时候自己长。把门板用石头顶死，谁来也别开。我进趟山，天亮前回来。隔壁嫂子前几天冻病了，她家小丫头也饿得直哭。你要是能碰到柴火，给她烧两根。记住了，等老子回来。前世保护的是国家，这辈子先护住屋里那个人。血兔脚印，新鲜，不超过半炷香。起码7、8斤净肉，够吃几顿了。灵泉水催生的土豆当诱饵，这效率比前世用热成像还猛。有了这空间，这片林子就是老子的粮仓。开门。肉，真的是肉。拿着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给老子吃，哭也得给老子把这块肉咽下去。你为啥突然对我这么好？老子花粮食换来的女人，只能老子自己欺负。不过这肉香太霸道了，外头那只些闻着味儿的疯狗，要是敢来凑热闹，老子今晚就教他们重新投胎。陆爷家，开门！什么味儿这么香？吃不食也不怕遭天谴，快开门，分点肉汤喝。
想吃肉，也得看老子给不给。再往前一步，这刀就剁在你手上，剁了你的手，炖了给老子下酒。这真的是那个只会打老婆的废物陆野吗？还是被山里的什么精怪附了身？上去睡觉。我睡草堆就行。让你上去就上去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也许跟着这个变了样的男人，真的能活下去。明天那帮孙子要是还敢来砸门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根本没睡着。那要不我们把剩下的肉分他们一点，这样他们可能就不会再来找麻烦了。我说错话了。分肉给那些饿狼，你以为他们会感谢你？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。今天分了肉，明天就敢来抢人，在这连人都吃人的鬼地方，想活命就得比狼更狠。记住了，这是我教你的第一课。睡吧。赵麻子不敢当面来，就玩这种下三滥的恶心手段。当家的，你要去哪儿？在家锁好门，谁来也别开。麻子哥，你昨天那招太损了，那小子今天早上起来得被活活熏死在屋里。那是，对付这种硬骨头就得玩阴的。等把他俩口粮断了，不出3天，那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就得主动来求咱们放过。你他妈怎么来了？陆野，你个狗日的，还敢来送死！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在黑熊屯谁才是爷！一起上，往死里打！太慢。你们俩是想跟他一样躺着出去，还是自己跪下，把泼我家的粪一勺一勺舔干净？你他妈找死！赵麻子，我说过的话你一句没听进去。听好了，我的人你别碰，我的东西你别惦记。再有下次，我保证你会非常怀念今天还能用2条腿走路的日子。从今往后，见了路也绕着走。谁再敢嚼舌根说他媳妇闲话，老子亲手打断他的腿！你听明白了没？他们没把你怎么样？就那几个废物还不够热身呢。有这玩意儿当后勤补给，老子就是有动机。我操！极品，绝对的极品！这大雪封山的冬天，谁见过这么水灵的黄瓜？大饥荒，在老子这儿只有大丰收！雪儿，看看这是啥？这大冬天的，哪儿来的黄瓜？山里捡的。好甜，比糖水还甜。明天去镇上把这些卖了换钱。椰子，雪儿，我听见你们家有动静，没事吧？当家的，镇上乱，你早点回来。放心，你男人猛得很。
葱花饼，路上吃。谢了，嫂子。兄弟，分哪条道的？这阵仗不像本地人啊，黑熊屯的来卖货。兄弟，你这货哪儿来的？你管我哪儿来的？收不收？收！这玩意儿在黑市比金子还抢手。兄弟够爽快，以后有好货直接来找我林报，在百里镇这块地界报我名字，没人敢动你。成，下次带更多来。黑熊屯什么时候出了这么好人物？买2袋白面，1桶油。粮票呢？没有。没粮票买啥白面？去，别捣乱！不用找了。哎呦，大哥您稍等，还有点啥不？雪花膏、碎花布衫。拿2盒雪花膏，2件碎花布衫，最大码和中码各1套。再拿2双羊皮小皮鞋。好嘞，大哥，以后常来啊！我的亲娘嘞，这得多少钱？这陆野真发财了。谁知道钱哪来的？大黑，走。傻站着干啥？试试合不合身？当家的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嫂子，答应你的花衣。野子，嫂子不值当穿这么好的。少废话，老子买都买了，不穿我拿去给大黑垫窝。你就像那梦见你的一把火。爷子，这是收录机。燕舞的4个喇叭，没事放个曲儿，省得屋里死气沉沉。当家的，你赚了这么多钱，外面的世界那么好，你以后还会要我吗？老子花钱买回来的媳妇儿，就是老子的私有财产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带不走。这破泥坯屋配不上我媳妇儿。明天铁牛去镇上请最好的施工队，老子要把这破院子推了，盖一栋全村最气派的2大洋楼，洋水地，大玻璃窗，天天让你们吃白面馒头炖猪肉。行了，别发呆了，嫂子，你手巧，用这白面包炖饺子，今晚不吃糊糊了。得嘞。有钱，有粮，有女人，这操蛋的世界好像也挺有意思的。当家的，蕾蕾嫂子说明天帮咱们一起包饺子，你让她住下吧，她一个人带小花太难了。再说吧。谁？野子，是我，蕾蕾嫂子。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就是闻着你家肉太香了，我家小花馋得直哭。我想着能不能用这碗野菜跟你换一勺肉汤，就一勺，给她尝尝味儿就行。椰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那碗野菜糊糊拿回去喂猪吧。椰子，蕾蕾嫂子那边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估计小花又闹了。嫂子，你下来，我来。椰子，我家灯泡坏了，小花怕黑一直哭。好了，椰子，今天的事，嫂子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哎呀！对不起，嫂子没站稳。野子，你要是晚上睡门口觉得冷，嫂子这炕头还有多余的被子，可以给你暖暖。嫂子，夜深了，早点睡。娘，肉，好香的肉！
别喊，那是野哥家的。我的亲娘嘞，这得炖了多少肉啊！哎呦，爷子啊，你看看你这孩子就是有出息，叔家里断粮好几天了，你那几个弟弟妹妹饿得直哭，你看你能不能看在叔以前疼你的份上，给叔也盛一碗肉？爷子，叔跟你说话呢。就是啊，陆野，咱们都是一个太爷爷传下来的，你吃肉总得让大家跟着喝口汤吧，做人可不能忘本啊。忘本？好，来算算账。2个月前，我饿得3天没下炕，去你家借半碗棒子面，你当着全家人面放狗咬我，说饿死活该，别弄脏你家门槛，狗牙印现在还在我小腿上留疤。去年冬天我爹刚死，你趁我不在家抢走2床厚棉被，说是我爹欠你家2块钱随礼钱。要不是我命大，去年就冻死在这破屋里了。我借粮的时候你们关门放狗，我挨冻的时候你们落井下石，现在老子拿命拼回来一口肉，你们闻着味儿就认亲戚了。想从老子锅里分一杯羹，门都没有，滚！小丫，过来。野哥，我哥说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，他去山里找吃的了，说回来给我做糊糊吃。你哥救过我的命，这肉是你哥应得的，吃吧。真好吃，比过年吃的都香。拿个大碗装一碗肉，再切2斤生肉包好。走，带路，去你家给你哥送肉去。野子，你干啥？给你送肉。小丫都跟我说了，你进山挖草根去了。这我不能要，你自己家都揭不开锅了。老子现在揭得开，拿着吃。以后有难处直接来找我。水烧好了，你洗洗脚吧。你烧的？我看你今天进山太累了，鞋上都是泥和血。你昨天还给了我那么多肉吃，我总得做点什么。舒服。当家的，水烫吗？刚刚好，以后别叫野哥了，听着像混黑道的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叫当家的。哦。睡里面去。身上还有股猪血和泥土的混合味儿，得冲一下。这寡妇还挺有意思。当家的，你真不冷啊？雪儿，明天一早你把剩下的兔肉切一半，给隔壁蕾蕾嫂子送去。为啥呀？咱们昨天不是刚给了她那么大块肉？今天早上马翠花在门口嚼舌根，你也听见了。蕾蕾嫂子一个寡妇，名声很重要。你明天大大方方去送肉，就说是感谢她给我做的棉鞋，让村里人都看见，堵住那些长舌妇的嘴。行，我明天一早就去送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昨个大半夜的，陆野去郝蕾蕾屋里了，待了半天才出来。哎呦喂！雪儿，烧火！雪儿，这锅就肉多烂乎点儿。蕾蕾嫂子昨晚连夜给我做了一双棉鞋，辛苦坏了。今天这锅肉就是专门给嫂子补身子的。不稀罕就赶紧滚远点儿！再让我听见谁在背后嚼蕾蕾嫂子的舌根，老子就去他家把他家的锅砸了，让他全家喝西北风！陆野，你个丧尽天良的耍命鬼，给我把门打开！当家的，是你奶奶。好啊，你个丧尽天良的小畜生！打着了野猪躲在家里大鱼大肉，也不知道孝敬孝敬你奶奶。你爹死得早，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奶奶，
当家的昨天才……滚开你个扫把星！老陆家的门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买来的小娼妇做主了？哎呦，疼疼疼！小畜生，你敢打你亲奶奶！亲奶奶，我饿得快死的时候你去哪了？你当时可是当着全村面说，我爹死了，我就是个克星，跟老陆家再没半点关系。你是我孙子，你的东西是老陆家的，那些肉我今天必须拿走一半。啊！我的手断了！你个千刀万剐的小畜生啊！老东西，听清楚了，我的东西你也配动？再敢在这院子里嚎一嗓子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喂野狗！野子，那可是你亲奶奶，你咋能动手呢？今天大家伙都在，正好做个见证。8年前，我爹为了救陆海掉进冰窟窿淹死，镇上拨下来300块抚恤金，他一分没给我和我生病的娘留，全塞给陆海去镇上托关系找工作。我娘生病没钱抓药，我去求他借5块钱，他说死人的病治不好，别浪费钱，眼睁睁看着我娘病死在炕上。去年大雪封山，我饿得3天没吃饭，去他家讨口吃的，他让大伯放狗咬我，说我个丧门星别脏了他家的地。现在老子打着了野猪，有肉吃了，你跑来讲孝道讲亲情，你他妈也配？那只手只是脱臼，死不了人。滚回你那宝贝大孙子家去！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们老陆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从此以后，我就是我，是这黑熊唇说一不二的陆野。当家的，喝口水，消消气。我没事。对付这种恶人，就得比他更恶。拿去洗洗，晚上吃炖排骨。以后你就叫小白，记住了，这是你的新名字。当家的，他真的不会咬人。放心，他现在比村里那些碎嘴婆懂事多了。小白，过来，去让他摸摸。天哪，他真的不咬人，他好乖啊！小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在这门口趴着，这是咱们的领地。除了我和雪儿，谁敢不打招呼就往里闯，直接咬断他的腿。行了，这下家里算安生了。走，进屋收拾东西。收拾东西干啥？咱们要出门。大雪停了，路也该通了。去镇上，把这些肉全换成钱。我操！这玩意儿还能升级？上次用了5分钟，这次能多快？3分钟，只用了3分钟。极品，真他妈极品！这大雪封山的寒冬腊月，这种水灵灵的反季节蔬菜拿到镇上就是硬通货，比野猪肉还值钱。当家的，这是啥？灵泉黄瓜，刚种的，明天带去镇上，能换不少钱。好甜，比糖水还甜。当家的，你咋什么都能种出来？空间的秘密，还不能让他知道。陆野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昨天不是很能打吗？今天怎么当起王八了？这是我表哥王虎，镇上道上混的，人称刀疤虎。小子，跪下来磕3个响头，自断1只手，再交出所有肉，不然你屋里那小娘们今天就归我们乐呵了。你们一起来吧，省得我一个一个找了。
跑得掉吗？野哥，我错了，放了我吧。带着这袋货去镇上国营饭店，告诉金经理，野猪肉30块1斤，黄瓜50块1根，卖得出去，医药费我包了；卖不出去，你们就在这雪堆里当一辈子冰棍吧。我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这体系拉车绝了！给我倒！那服不服？哼，皮粗肉厚能扛揍。看你这黑不溜秋的个头，以后你就叫大黑。走，回家拉货。等会儿到了镇上，老子要让那帮没见过世面的土狗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重型装甲车！咋回事？地震了！妖怪！山里的黑熊精下凡了！嗨，猪背上有人！这还是人吗？当家的，我怕，放我下来。椰子兄弟，你打猎回来了？把那头野猪卸下来，肉挂房梁上风干。我给大黑搭个窝棚。我就帮他暖暖被窝，没别的意思。我帮你暖暖被窝，门口太冷了，你今天睡炕上吧。躲什么？既然是暖被窝，离那么远怎么暖？这是这辈子睡得最安稳的一觉。在这等着，看好车，别让贼摸走东西。陆野，
你一个乡下跑腿的二流子，哪来的这么多肉？赶紧把车套上，拉我们家后院去，把我们家看看。我过几天相亲，正缺几斤好肉长脸。对，大伯做主，分你一碗肉汤喝。你特妈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这车肉在百里镇1斤1两都别想卖出去。刘科长，这乡上来的泥腿子不懂规矩，我跟您透个底儿，这车野猪肉是温猪肉，黑熊屯那边闹了猪瘟。去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咱这是国营大饭店，你弄一车温肉来碰瓷儿，再不滚我叫联防队抓你非法牟利。哼。大爷，借你炉子用用，钱归你。这他妈是啥肉？刘哥，他肯定加了迷魂药，温猪肉咋可能这么香？你他妈给老子闭嘴！兄弟，老哥刚才被小人蒙了眼，你这肉怎么个卖法？老哥全包了。不卖，我这肉是温猪肉，你们国营饭店庙太大，供不起。楼下烤肉的兄弟，停下！那肉别卖给别人，老子全包了！神了，真他娘的神了！兄弟，你这车肉我按市价3倍，15块1斤，连皮毛带肉，我全包了。15块1斤，翻了快20倍。行，不过我这还有个好东西，金哥吃得下吗？走，进屋说。这他娘的是100年老参五品叶。我这账上能动用的现金3万，加上我这些年攒的，凑一凑5万，加上你那车肉钱，我一共给你8万块，这是老哥全部家当了。兄弟，以后有啥好东西，先紧着老哥。墙上那件红色和碎花的棉袄拿下来看看。那可是的确凉的。小伙子别看了，看也买不起。您是上次那位大老板？这一排当季新款，皮鞋、布鞋、围巾全部包起来，要最大码和中码各一套。还有精白面50斤，大米50斤，猪油2桶，10斤装的，大白兔奶糖10斤，麦乳精2罐，雪花膏5盒，肥皂、蛤蜊油、头绳梳子。这哪是来买东西的，这简直是来进货的。大兄弟，这是我的车，劳驾，帮我把东西搬上去。大黑，走着。当家的，你把供销社搬回来了？哼哼，还差远了。明天找铁牛去镇上请最好的施工队。这破院子推了，盖一栋2层大洋楼，洋水地，玻璃大窗户，天天让你们吃白面馒头炖猪肉。爷子，嫂子也住这儿。盖了新房，屋子多的是，你带着小花安心住着。哈哈哈哈哈！野哥，施工队我给你找来了，县城最好的。陆老板，您放心，咱们兄弟绝对当成自家活干，工钱按10片双倍，保证速度。开工。乖，这陆野真要上天了。这些天家里没法住了，后山半山腰我搭了木屋，生着火炕。你和蕾蕾嫂子先住那儿，
等新房盖好了，嫂子就搬回自家那破屋去。嫂子知道自己是个寡妇，命应克人，不能老赖在你这里，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。嫂子，你瞎说啥呢？谁敢说你闲话，我让小白咬他！陆野，老子不好过，你也别想痛快。提着一桶汽油路过我的料场，赵麻子，我说过，再惹我就打断你的腿。野哥，我错了，我猪油蒙了心，你饶了我吧！不要，我右腿已经废了，左腿再断我就真成废人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不止一次，你自己作死！哎呦我操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这是谁下这么狠的手啊？不用猜，整个黑熊屯除了那尊活阎王，谁能把人废成这样？野子，这是咋回事？昨晚上这孙子提着一桶汽油摸到我家盖房子的料场去了，想放火烧我的料。放火烧料场，断子绝孙的损招啊！赵麻子这是疯了吧？我这人脾气不太好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谁要是觉得我陆野的东西好抢，或者觉得我陆野好欺负，可以来试试，我不介意让村里多几个五拐的。谁敢动野哥的东西，我张铁牛第一个跟他拼命！野哥，以前都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以后在村里您说啥就是啥。对，野哥，您盖洋楼是给咱们全村长脸。老吴，料场晚上留几个人盯着，工钱翻倍，出了事算我的。得嘞，老板，有咱们兄弟在，连只耗子都别想靠近那堆木头。喝了，今天老吴说房子封顶，咱们中午搬下山。真的？当家的，蕾蕾嫂子也一起搬吧。我说了，屋子多的是，他带着小花安心住着，谁敢说半个字，我拔了他的牙。娘，好大的房子！老板，今天封顶，您看看还有啥要改的？院里打上水泥地坪，留块菜地，2楼阳台围栏加高，结实点，钱不够说话。得嘞，老板您敞亮。这么大的屋子都是咱们的？都是你的。2楼东边那间最大，给你住；西边那间给嫂子和小花。叶子，嫂子真的能住这儿？又来了，住！明天让你家小花穿个房间，她喜欢朝阳的还是带露台的？娘，我要朝阳的，我要看日出。冬天里冻一把火。都别闲着，该收拾收拾，该做饭做饭。今晚叫铁牛一块吃，热闹热闹。雪儿妹子，嫂子问你句心里话，你真的一点不怕野子了？
以前是怕，现在也不怕了。他虽然凶，但对咱们好。他嘴上骂骂咧咧的，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咱们。野哥，这比过年还丰盛啊！吃，少废话，以后天天这么吃。野哥，我铁牛这辈子没服过人，就服你。我跟你们说，陆野家那个苏雪这几天白里透红的，天天在屋里哼小曲儿。陆野天天进深山，一走2、3天。她一个女人家门一关，谁知道里边干啥呢？马大婶，我媳妇儿的肉味道咋样？当街打人了！救命啊！二流子杀人了！谁再敢造谣我媳妇儿半句，老子直接拔了他的舌头，拿去喂狗！滚！再有下次，我让大黑踩碎你2条腿！拱他进去，给这老娘们洗洗嘴。这老娘们也有今天，该！马大婶，这臭水沟的味道跟你的嘴哪个更香点？陆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放了我吧！乡亲们，别怕这土匪！老身昨晚起了一卦，这陆爷早就被深山里的狐狸精附体了，不然他一个饭都吃不饱的病秧子，能降得住这变异大野猪？还有他屋里那个小娘们苏雪，那是雪妖转世的灾星。咱们村这场特大雪灾，就是他身上的妖气招来的。要想活命，就得把他架在柴火上烧7天7夜，烧死他血才能化。至于这车肉，那是神明赐给大伙的救济粮，得平分了。烧死那狐狸精，分肉！钱老婆子，昨天你去我家想白拿10斤五花肉，老子一棍子把你轰了出去。怎么，今天搁这起卦烧人，想当活菩萨了？陆爷，你少妖言惑众，老身是替天行道。就这破烂玩意儿，也配叫法器？你敢毁了神明的法器，神明会降下雷法，劈死你个妖孽！妈呀，真有天火！我脱了，我都是骗人的。苏雪不是灾星，是我眼红叶哥的肉啊！大仙，陆爷大仙，收了神通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科学的力量，懂个屁！大黑，走着！陆爷，站住！你这车肉来路不明，我怀疑是偷的。今天不把肉留下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你爹死得早，没人教你规矩。这大灾荒年，家里有肉不先叫进长辈，拉到镇上卖，你这是投机倒把，要被公社抓去劳改的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滚远点，别挡老子做生意。你特么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今天就把这车焖肉末收了。堂哥，你上个月在供销社做假账摊了300块，要不要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账本给你念念？大伯，你上礼拜偷了镇仓库2袋救济粮，藏在自家地窖里，要不要我陪你回去翻翻？兄弟，你这货绝了！下批货啥时候来？我提前给你留钱。下个月，老规矩，肉先紧着你。嘿嘿嘿嘿嘿。
爷子啊，这房子盖得真气派，10里8村头一份儿。村长来有事。后山那10万亩荒地的承包合同、公章全盖齐了，从今天起，那10万大山归你了。村长办事利索，这情我记下了。村长，野哥可是给咱们村长了脸，县里都传遍了，黑熊屯出了个能人。那是，野子现在是咱们黑熊屯的招牌。10万亩荒山，有灵泉空间在手，老子能让这片山长出金子来。这片山谷土质好，向阳，开春种果树，那边背阴坡，适合种药材。这条溪流改道引过来，灌溉不愁。野哥，你真打算把这10万亩全种上？种，不仅要种，还要种出能卖到省城、卖到京城的好东西。爷子，老头子上门讨酒喝了。孙大夫，你不在镇上待着，跑山里来做啥？你那灵泉水浇出来的黄瓜，让老头子我闻着味儿了。你小子不地道，有这好东西藏着掖着。这黄瓜里头有灵气，你地里是不是有权？爷子，老头子我当年在京城太医院待过，你这东西要是能规模化，配成药酒药膳，能卖到那些快死的老家伙手里，那价钱比你那野山参还吓人。你能配？老头子别的不会，配药是祖传的手艺，只要你提供原料，我负责把方子弄出来。合作，你出方子，出技术，我出地，出原料，出销路，利润4-6分，你4我6。你小子真黑，3-7，我3你7，但原料必须管够。成交。老头子这辈子没看走眼过，你这小子以后肯定能翻天。灵泉黄瓜3两，野生参须1钱，黄芪5钱，泡足49天，开坛就是好东西。野哥，这些东西泡出来真能卖大钱？孙老头说能就能。你个憨货，老头子配的方子，当年在京城一坛能换1套4合院。49天后开坛，到时候你弄几坛去县城，找个识货的，一坛赤马这个数500、5000起步，碰上识货的上万都有。成，到时候我去县城找门路。当家的，孙大夫说那药酒能卖那么多钱，咱们真的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你男人什么时候吹过牛？早点睡，明天进山看果树苗的事。野哥，宋县长来了。宋县长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陆野同志，我早就想来了。你种的灵泉蔬菜可是治好了我的胃病。你那黄瓜，省城的大领导吃了都说好。就是这个味儿。陆野同志，我今天来是有正事，县里打算把你列为重点扶持的青年企业家。你这10万亩荒山的开发项目，县里给政策、给补贴、给贷款。条件呢？条件只有一个，优先供应县里机关食堂和接待用菜，价格好商量。陆野同志，好好干，咱们县能不能脱贫，就看你了。县长放心，不会让你失望。野哥，连县长都亲自上门了，你这牌面，整个百里镇独一份儿。以后少不了你帮忙。走，进屋喝酒。野哥，我前2天在县里听说个事儿，省城那边有人打听你。谁？
具体不知道，只知道姓穆，好像是京城那边的人。你就是陆野，找你还真不容易。你谁？穆之云，京城穆家。你上次在省城卖的那株百年野山参是我买的，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我来是要跟你谈一笔生意。陆老板，不请我进去坐坐？进来吧，正好我也有些事想问问。陆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那批灵泉蔬菜和那株百年野山参怎么来的？地里种的，山里挖的，还能怎么来？地里种的？这大雪封山的冬天，你告诉我黄瓜是地里种的？穆小姐，你大老远从京城跑过来，就为了问我黄瓜怎么种的？穆氏集团在省城有一个高端农产品品牌，专供京城和南方市场。你提供货源，我负责包装、渠道、销售，利润分成你6我4。条件不错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你先告诉我，那株百年野山参到底救了你家什么人？我爷爷，穆家上一任掌舵人，他吃了你那株参配的药，撑过了最危险的一关。那你为什么亲自来？这种事，派个经理来就行了。因为京城那边有人不想让我爷爷活，我要知道那株参是从哪座山来的，还有没有第二株？如果还有，我要独占货源，谁都别想碰。有，不止1株，但我凭什么信你？10万定金，货到了再加。这是什么药酒？孙耀冕老头配的方子，灵泉黄瓜加野生参须泡出来的，补肾养气，对老年人尤其管用。你这里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？你看到的那株参是第1批，后山深处还有，但得开春雪化之后才能进。你要是真想合作，开春之后派人来一起进山挖。你媳妇儿？我当家的。合作的事我明天让人把正式合同送来，你考虑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签了之后就是长期合作。如果你那后山真的还有好东西，我建议你尽快挖出来。京城那边有人已经开始查你。谁？一个姓楚的，他跟我争穆氏的控制权，你卖给我爷爷的那株参坏了他的好事，他记恨上你了。保重，下次来我带合同。当家的，这女人是谁啊？怎么了？一晚上不说话？那个穆小姐长得好漂亮，说话也有派头，一看就是大城市的人。再漂亮能有我媳妇儿漂亮？你少哄我，我就是个穷山沟里买来的知青，人家那是京城来的大小姐。听好了，老子花钱买回来的媳妇儿就是老子的，管她京城还是省城来的，在我这儿你说了算。行了，别瞎琢磨，明天带你进山看果树苗，那10万亩地你当女主人，你想怎么种就怎么种。真的？老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嘿，还学会偷袭了？睡了，明天还得早起。这破山沟里盖这么栋楼，土包子就是土包子。楚少杰，你来干什么？哟，孙老头，你还没死呢，躲着山沟里给土包子打工，
你就是陆野，那株百年野杉杉是你卖给穆家的？小子，我不管你从哪儿刨出来的，从今天起，这东西归我了。你挖到多少，全送到我这儿了。价钱嘛，比穆家高1成。你谁？楚少杰，京城楚家。穆家老爷子要不是吃了你那株参，穆氏早就姓楚。你坏了我好事，现在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别不识抬举。你说完了，说完就滚。我的东西想卖给谁就卖给谁，你算老几？你敢动我的人？我不仅动你的人，你再敢踏进我黑熊屯一步，我让你跟他们一样横着出去！开坛！这味儿比镇上最好的烧毛子还香，成色极好，灵泉的清气全泡出来了。尝尝。好东西，这玩意儿比吃肉还补。那是自然，老头子配的方子，京城那些老家伙喝了能多活10年。喝完全身都暖了，真好喝。这是什么？新品药酒，你尝尝。这酒对老年人身体极好，如果打进京城高端市场，一坛卖5000，绝对有人抢。合同我已经带来了，这批药酒我包了，价钱你开，京城那边的渠道我来打通。姓楚的想截胡，让他做梦去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穆家丫头，你爷爷身体怎么样？已经能下床走动了。孙爷爷，您在这山沟里躲了这么多年，也该回京城了吧？回个屁！这儿的药材比京城好10倍，老头子就在这儿扎根了。灵泉蔬菜系列、药酒系列、干药材系列3个产品链同时推进，首批订单，省城3家高端超市已经签了意向。动作挺快。生意场上慢一步就被别人吃了，姓楚的已经在省城布局了，想截咱们的渠道。苏雪是吧？过来看看这些包装设计，你觉得哪种颜色好看？我觉得这款适合药酒，清雅有山野气，你觉得呢？我不懂这些，不过淡青色确实好看。那就定这款。以后产品的事儿你也参与意见，毕竟这山里的东西你比我熟。野哥，不好了！县里来通知了，有人举报咱们非法占用林地，说后山的10万亩是国有林场的地，要收回承包权。是姓楚的手笔。那咋办？宋县长不是说好了给咱们的吗？慌什么？他楚少杰能在县里找人，我就不能？楚少杰通过省里的关系给县里施压了，承包合同被卡在林业局，有人递了黑材料，说你滥伐林木。放他娘的屁！那后山全是荒地，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。穆小姐，你在省城的关系能压得住林业局吗？压得住，但需要时间，3天。这3天里，你得扛住不让人上山查。野子，上面有人压我，林业局那边我也说不上话了。姓楚的确实有能量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不是得罪，是挡了别人的财路。你撑3天，我帮你拖。3天后，我把这事儿摆平，但你要给我个说得过去的理由。3天后，我给你一批药酒，你送去省城，让那些压你的人亲口尝，他们自然会闭嘴。老头子这把老骨头差点散架了，这批酒够省城那帮人喝1壶了。当家的说，这酒能撬开省城的大门，一定会的。这些人就是卡你合同的关键人物，药酒送上去，他们喝了
就知道后山的价值了。到那时候，谁还敢说你滥伐？他们只会说这是珍贵药源地。你跟我一起去省城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楚少杰的局，我亲手破。这个陆老板，你后山真能批量产出这种品级的药材？产量不仅够供应省城，还能往京城走。穆氏集团已经签了长期合同，如果林地承包被卡住，损失的不是我，是省里的税收和就业。材料我再看一遍，3天内给你答复。你看，有时候好产品比好关系更管用。产品和关系我都要。小白这是抽啥风呢？铁牛，拿锄头来，这底下有东西。野哥，这是啥玩意儿？黑乎乎的，跟树根似的。何首乌，年份不短，这东西泡酒比人参还补。发财了！这片崖瓶少说能出几百斤。紫皮白心，至少50年份，野生的，这玩意儿比人参还难找。这批何首乌配上咱们的药酒，省城高端市场能再翻1倍。当家的，这山里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？多着呢，这10万大山是老天爷留给咱们的聚宝盆。穆小姐，厨房油烟大，你去客厅坐着就行。叫我芝云就行，我想学做菜。那你来试试，把面团揉到光滑就行，别太用力，手腕要活。野哥，你这家里是不是太热闹了点儿？热闹好，热闹才叫过日子。当家的，洗手吃饭。乖乖，这酒味闻着就上头，谁让你当解渴的喝了？这是养生的，每天1两，多了糟蹋好东西。今天这顿饭，敬这10万大山，敬死里逃生，敬，都特么给我好好活着。陆野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守着这山种一辈子地？种地咋了？有山有水有女人，神仙日子。姓楚的不会善罢甘休，他这次栽了面子，下次会玩更大的。你需要帮手，不只是生意的帮手。你想留在这儿？合同签了，第一批货还没发走，我走了谁盯着？陆野，晚安。早点睡，明天还有活干。大清早的，嚎什么丧？陆野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那批药材和药酒的渠道，要么给我，要么我让你这破山头永远种不出东西来。姓楚的，你是不是不知道上次你是怎么滚出这山沟的？楚少杰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爸已经被约谈了，你再在这闹下去，下一份公告就是你楚少爵的名字。
姓楚的，你再敢踏进黑熊屯一步，这条腿的骨头我亲自替你收。滚！野子，成了，项目审批文件下来了，10万亩林地承包权正式归你名下，30年。谢了，那批药酒我叫人给你送10坛过去。够意思。野子，说实话，要不是你那些东西在省城真打出名声了，这事儿还真压不下来。现在省里几个领导都点名要你这山里的货，你这个金字招牌算是立住了。野哥，合同下来了，那10万亩真是咱们的了。乖乖，陆野这回是真要上天了。当家的，咱们真把这片山拿下来了。拿下来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山是你的，是我的，是咱们的。谁再敢打他的主意，先问问老子的拳头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山上看看？我想看看那些何首乌长什么样。明天一早，带上孙老头、铁牛，把整片山转一遍。臭小子，也不知道等等老头子。孙老头，你说这片崖壁底下还有多少？光露出来的就有几百株，地下埋的只多不少。这面崖壁要是全挖出来，够你泡10年的药酒。好甜！这水不错，回头引到山腰那片空地，能浇果园，也能建个水塘养鱼。野哥，你又要种树，又要养鱼，还要挖药材，忙得过来吗？忙不过来就找人干。咱们有了地，还怕招不到人？这山以后真能长出金子来？能，不仅能长出金子，还能让咱们黑熊屯的人都过上好日子。这山沟沟里的土皇帝，老子当定你！